从10米高台跃入水中，如同针尖刺入水面的水花。你别以为中国跳水梦之队只是虚名，完美太完美了。全红婵虽输未气，观众却怒了。看台上的观众们满腔愤怒。说是怒了，不如说是被击垮了。有些事小孩子可能不懂，但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努力拼搏，小心翼翼，勤勤恳恳，小心翼翼，不求多得，只求2个字：公平。公平。哦，朋友们，这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动作，7名裁判全都给出了10分。太精彩了，朋友们，这是完美的表现，7位裁判全给出了10分。这是全红婵与陈芋汐的第8次金牌之争。全红婵此前只胜过1次。站在最后一跳的10米台上，全红婵在上一轮已经落后5分，而陈芋汐以完美一跳扩大了分差。此刻的全红婵只有跳出92分以上才有可能逆转夺冠。92分是什么概念？至少需要4位裁判打出10分才有可能实现。这场比赛看似无聊，但实则精彩万分。无聊在冠亚军已被中国队预定，精彩在无论结果。这将是全红婵的觉醒时刻，所有多余的画面都被跳过了，直接看陈芋汐的第一跳难度系数3的107B。还是不错的，陈芋汐第一。非常出色。陈芋汐的第一跳，它的特点除了技术全面之外，就是它的发挥非常稳定。虽然这一跳只有79.5分，但它的稳定发挥将是全红婵接下来最大的挑战。接下来全红婵出场，看看她的表现。水花压得非常好，第一跳全红婵明显更胜一筹，得到了85.5分，暂居第一。水花消失术这个词谁发明的？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很形象。多少人是因为这个词才爱上跳水的？在评论区扣个1。第二跳，陈芋汐选择了难度系数3.2的407C，依然表现不错，稳定得让人佩服。裁判打出80分，虽然还落后全红婵，但陈芋汐的可怕之处即将展现。我们再来看全红婵的表现，同样的动作，哇，太精彩了，太完美无瑕了。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尤为不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朋友们，这是一个哇，朋友们，这真是绝对的完美！7名裁判全都打出10分，这一跳堪称逆天时至，名归7个10分，拿到96的满分。这一跳瞬间提升了整个比赛的水准。朋友们，如果您在看直播，赶紧截图保存，这样的打分真的是难得一见。此时全红婵已领先，陈芋汐22分，冠军似乎已成定局。但陈芋汐告诉你，比赛才刚刚开始。第3跳难度系数3.3的626C，大家准备好坐稳了。太精彩了，完美的表现，裁判打出3个10分，总分95.7分，这一跳简直完美无瑕。这样的表现持续不断，敢问这谁能顶得住？咱们赶紧看看全红婵的第3跳。哇，真是漂亮！依旧是高水准表现，这一跳虽然不赖，但稍逊于陈芋汐，裁判给出86.4分，两人的分差缩小到12.7分。全红婵虽然仍在领先，但这样的分差对陈芋汐来说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威胁。第4跳难度系数3.3的207C 是全红婵的软肋。真的非常漂亮，真是精彩啊！果然稳定发挥让他再次拿到了90多分。这样的对手真的让人又敬又怕，只希望全红婵能顶住。全红婵上午的207C 跳得非常出色，上午的207里有3位裁判给了满分。这一跳水花可能会扣一些分，这一跳多方的压力导致全红婵出现了失误，仅拿到75.9分。此时比分已被陈芋汐反超，虽然仅落后5分，但我们都知道陈芋汐的可怕之处。最后一跳难度系数3.2的5253D会给全红婵留下机会吗？
来看一下2名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两人都选择了5253D 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太精彩了，完美无瑕。陈芋汐到了决赛确实稳定如常，没有任何失误。陈芋汐这一跳得到了86.4分，稳定发挥也将全红婵逼入了绝境。此时全红婵最后一跳必须得分达到92分以上，才有可能逆袭夺冠。为什么要用抢这个字？老爷们儿可以先看看这张图，这是前几天冲上热搜的一张照片，世界冠军全红婵和她的世界冠军教练陈若琳，两人骑着这辆可爱的电动车来回穿梭于训练基地和住所之间。这就是为什么用抢这个字，生活如同前行，一边修路一边走，而决定命运的往往是你的退路。不争不抢，哪来的出路？精彩的一跳，我们得等等裁判的打分。刚刚我算了一下，全红婵这跳只要超过92分，就有可能在总分上反超陈芋汐。裁判分数出来了，裁判分数出来了。全红婵最后一跳，7名裁判中有4位打出了10分，太棒太棒！他在最后时刻实现了对陈芋汐的惊天逆转。今天这2位中国姑娘真是太出色了，2个人在比赛中轮流领先，各自将最强的本领展现出来。这一幕真的让人感动。陈芋汐和全红婵2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我们就不多说了，整场比赛5个动作，谁的表现更好，一目了然。第一个动作107D。相同的动作，相同的3个9分，因为动作够简单，扣分点少，失误率低，裁判好打分，观众也能看得明白。接着是第2个动作407C。还是一样的动作，在水花的压制上，全红婵稍微胜出，多给她2分也算公道，至少对我这样的普通观众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接着是第3跳，2人选择了不同的动作。都有失误，但陈芋汐的难度系数更高，反超了全红婵，这无可厚非。但此刻看比赛的我，不禁为全红婵捏了一把汗，因为第4跳是关键的207C。这一跳不敢说绝对明显，但全红婵从任何角度看，动作都比陈芋汐漂亮。然而这一轮的打分，陈芋汐竟然足足领先了9分，这让我不禁心里一紧。这打分是否公平？全红婵的分数真的只有这些吗？再仔细看看，这可是国内的比赛啊！跳水比赛怎么会有这么难懂的判罚呢？大家帮忙艾特一下郭晶晶，我相信她肯定能看出这分数是否合理。第4轮结束后，陈芋汐暂时领先，全红婵紧随其后。但在最后一跳之前，我仍然觉得全红婵还有机会逆转。同样的5253B 会出现奇迹吗？漂亮，毫无瑕疵。全红婵以完美的动作结束比赛。以我这个不太专业的眼光看，最后一跳全红婵的表现更出色，至少她的水花控制得更好，拿到相同分数，真让人摸不着头脑。难怪现场观众有意见。我觉得几位打分的裁判可以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也让我们了解一下打分规则，免得引起误会。大家说是不是？哇，出现了，真的太精彩了！全红婵已领先第2名136.7分，晋级观众是来看比赛的，而其他7位选手似乎也成了看客，现场解说也不由得沉默了。这决赛还有比的必要吗？哈哈哈哈哈哈！这是2024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柏林站女子10米跳台预赛，对于全红婵来说毫无压力。而对其他选手来说，看起来也没什么压力。全红婵的第1跳107轻松拿下76.5分，顺利开局。
初步拉开6分差距。第二跳 407C 5个9分轻松入账，差距瞬间扩大到34分。第三跳 6243D 再次斩获5个9分，稳稳地把领先优势扩大到62分。第四跳 207C 再一次拿下5个9分，此时他与第2名的差距已经扩大到 112.15 分。第5跳5253B 稍有瑕疵，仅拿到4个9分，全场结束时居然领先 136.7 分。这样的预赛我真能理解其他选手的心情。陈芋汐没参赛，他能晋级就心满意足了，能拿第3算幸运，拿第2那真是奇迹，敬请期待吧。让我们继续关注下一场精彩的对决。全红婵的水花消失术，去年全红婵用水花消失术惊艳全场，今年她告诉我们物理法则是不存在的。看全红婵的比赛，怎么感觉像在看科幻片？我真想知道全红婵入水时是不是以极快的速度做了什么？外星人看到会不会以为我们拥有魔法？在这场2023年跳水世界杯西安站女子10米台预赛上有了这一跳，我觉得不点赞都说不过去。常言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今天全红婵又一次无情地伤害了对手，倒数第2跳。不仅是物理上的伤害，还有心理上的，其他选手都在努力挣扎。意大利选手 205B， 这位意大利选手这一跳仅得 62.35 分，4跳总分 211.55。德国选手 6243D， 德国选手这一跳只拿到 52.8 分，4跳总分 237.15。另一位意大利选手执行 205B， 这一跳得到 52.2 分，4跳总分 200.6。接下来是德国选手的 407C， 德国选手这一跳得分 51.2 分，4跳总分 212.85。 接下来是法国选手的 405B， 这一跳仅拿到 37.8 分，4跳总分 208.45。 英国选手也尝试了 407C， 这一跳得分 51.2 分，4跳总分 211.4。 韩国选手尝试 305C， 这一跳得分 51.8 分，4跳总分 209.9。 巴西选手选择了 107B， 这一跳拿到了 61.5 分，4跳总分 249.5。 另一位英国选手尝试 305C，这一跳得到了 65.8 分，4跳总分 275.9。 中国选手陈芋汐选择 207C， 动作漂亮。陈芋汐啊，她的最大优势就是稳定。这一跳得分 89.1 分，4跳总分 340.6。 压轴的就是全红婵的 207。完美发挥太棒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在今天的预赛中，全红婵能跳出这种水平的 207C， 对即将到来的决赛绝对是个积极的信号。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信号。其实，在日常训练里的这个动作，我们有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会放大某一个。全红婵这一跳拿下99分，4跳总分 347.7。 今天的精彩比赛到此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